了，我们在这个汉语语法特点的时候讲到了汉语我们形态变化不太丰富，那么我们的语法主要靠的是虚词和语序。那么虚词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我们国际中文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就是了的问题。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就对这个助词了来展开说明。那么在进行这个了的教学之前呢，我们先看一看，刚才我们说助词很重要，为什么说助词不重要？大家看这个高兴的说和高兴的跳起来，那么这里面这个两个的，第一个肯定是土也的，那么第二个显然可以用土也的，也可以用双人的。那么只用土也的还是双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用土也的，说明是跳的时候它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高兴是一个做状语。如果是双人的，说明是高兴的一个程度，那是后面说明是补语。所以我们看在一个句子里面用不同的助词，意思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助词在我们汉语这个语法里面非常的重要。那么助词常用的助词，我们在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需要老师们特别注意的，其实就是不太多，也就是有动态助词遮了过，还有结构助词的地得。那么结构助词我们会放到定语、状语和补语里面来谈。在这儿我们只是来谈动态助词。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来看助词了的问题。那么这个助词了的问题，我先给大家看几个问题，大家看一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往下走啊。大家看第一个问题，一个男孩子想约女孩子出去吃饭，这个女孩子说，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是说我结了婚，还是应该说我结婚了？那么这个了到底放前面去还是放后面？那么再来看第二个句子，下了课就去，也可以说下课就去，也就是说这个了可以用可以不用。但是买了书就去，就不能说买书就去，也就是在这个句子里面，这个了就不能省略。那再比如这个我下了课，和我买了书，这样的句子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在这个了的教学中都是会给学生说了用在动词后面，宾语前面，但是我们的学生说出这样的句子，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怪呢？再比如这个我没迟到了，这个句子有了，那么前面还有没，为什么是不对的？其实这个我们在前面谈到这个可能副词的时候已经都谈到了。那么再来看，一个学生问另外一个学生，你的裙子在哪买了？那么这里面他用了了，显然我们应该用你的裙子在哪买的，也就是这个了不该用了，应该用的，他用了这个了。问题是什么？再比如有一年一个学生过生日，他邀请我去他家，然后我一进他家门，他就说，老师你怎么来了？那么这里面也用了了，实际上学生想表达的是，老师你怎么来的？你是开车来的还是坐地铁来的？结果他说，老师你怎么来了？让我特别尴尬。那么就会看到这里面也是该用的他用成了了。那么这儿问题是什么？那再比如大家会看这个微信里面一个老师问的问题啊，他说这个今天上午说某一个同学今天上午请了我喝一瓶可乐，请了我喝一瓶可乐。那么我们正常会说请我喝了一杯可乐，那么这个了为什么放前面不可以？为什么要放到后面？再比如第二个句子，我晚上12点才回了家。那么晚上12点我们要说晚上12点才回家，那我不会用这个了，为什么这个了又是多余的呢？那么大家带着这些问题往下走，看一看这些问题，大家先思考一下，你能解决哪些？用大家已有的知识，你觉得这些问题哪一个你能解决，哪一个不能解决？那么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关于了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你能不能灵活应用的问题。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往下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教材中都知道有了一和了二，
那乐一和乐二的最早来源实际上就来自于这个林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里面。那后来关于这个了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遵循了乐一乐二，但是后来的学者甚至分出了4个了。那我们不去讨论到底应该分成几个，我们还是遵循着普通一般来说的这个乐一和乐二。但是这2个乐一和乐二到底他们表示的什么样的一个语法功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2个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来看2个例句啊。第一个，我下了课就去。第二个，苹果红了。这里面的了显然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下了课就去，那么这个了是了一，那么苹果红了是了二。那么了一大家都知道，了一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助词，它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待会儿再展开。那么了二，苹果红了，这个了二是一个语气词，我们本来应该放在后面来讲，但是为了便于大家系统的来这个对了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我们就把了一了二虽然是一个助词，一个是语气词，我们放在一起。那么关于了一了二的这个语法功能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待一会儿会分开再来展开。那还有的这个了呀，它是兼而有之，就是它又表达了一又表达了二。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他毕业了，那么这个在动词后面又在一个句子的尾巴上，这个了实际上它是兼了一和了二，既表示的是一种动作实现完成，又表示的是一种变化，所以它是兼而有之。那么关于了一的用法，它到底表达的是什么？可能在我们学界实际上争论很多，但是它的有很多说法，比如说有完成说，有实现说，但是呢，它的核心的语法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关于了一的语法意义最早的说明，实际上是赵元任先生的这个中国话的文法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完成态。那么他提到了完成态，从那个开始，后来的学者基本上就沿用了这个完成说。比如说王立先生的这个中国语法理论里面，把它叫做完成貌。那么这个吕书香先生的现代汉语800词里面就把它定义成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那么关于这个了一表示完成，好像我们学界已成了一个大家定论的，就是好像就是表示完成。那么它是真的就都表示完成吗？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啊，来看一下。比如说第一个，他买了一本书，这个买了一本书当然是表示这个动作这个完成。那么有了新想法，这个有了新想法是产生一个新的想法，那个新想法有了以后它就是存在了，它是表示完成吗？然后病了好多年，那么病了好多年能是完成吗？这个病的状态一直在持续。然后还有这个鱼缸里养了很多鱼，那么这个养了很多鱼也是一直存在。还有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同意了，这个也不是说同意这个动作完成了，也是说已经产生。还有这个东西，比如说长了1寸，短了1寸，还有我们拉紧了绳子，拉紧了，也不是说拉紧这个动作完成，而是这种状态就存在了。还再比如说他哭红了眼睛，那么哭红了眼睛，这个红这个状态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啊，在我们这个句子里面，就是句子中间加了一个了，确实很多是表示动作的完成，但是也有很多并不是表示动作的完成，有的根本就不是动作，是形容词，甚至有的是这种存现动词。那么它表达的就不单纯是完成，它应该是某一种状态的产生，或者是某一种状态的存在。所以到后来呢，就是刘勋宁先生就有一篇，在1988年就有一篇文章专门来谈这个了一的变化，并且论证了这个了一它不应该是说单纯的完成，它应该是表示动作或者是状态的实现。那我们在这儿也多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学生会看到那个完成，他会按照完成去理解了一，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表示完成，像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并不是表示完成。
那么刘学宁老师他有一个论证，他是从这个了，它的这个了的这个否定形式是没有，就是去了，它的否定形式是没去。那么800词里面对没有的这个说明是说否定动作或状态已经发生，所以那么800词里面对没有的这个说明，实际上已经暗含了了，它表示的是动作或者是状态已经发生或者是实现。所以这篇文章的结论就是了不能是单纯的表示完成，它还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实现。那有了这一点，可能在教学过程中就会学生来问你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好，那么下面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了和时间没有关系。那么以前我们说这个动作的实现它和时间没有关系，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了，但是它也可能是未来。你比如说明天下了课我就去找你，所以这个了它是表示将来的实现，所以这个了和时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把它叫做这个时态助词是不对的。那么更不能让它和英语的这个过去时划等号。如果你让学生觉得了一和英语的过去时是一样的，会带来很多的后患。那么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二者有什么不一样。那么英语的过去时它只能用在过去，了不一定只用在过去，它可以用在将来。我刚才已经说了，比如说明天下来课就去找你，它是将来。另外呢，英语它不管是一个状态还是事件，只要是过去，它都要用过去时。但是我们汉语的了不是，只有用在过去的事件，也就是动作的时候，我们会用了。那么如果是过去的一个状态，我们常常不会去用这个了。我举一些例子啊，大家来看。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妈妈很担心了。显然，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妈妈很担心，它不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动作发生，而是说一个持续的一种状态。很担心，它不是一个实现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我们就不能加了。但是翻译成英语，它一定是过去时。小时候她很漂亮了。那么小时候她很漂亮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所以它也不是过去实现的一种变化状态，所以我们也不能加了。那么总而言之，我们不要让学生在这个了和英语的过去时之间画等号。如果你让他画等号，就会出来一些问题。那么大家看学生的一些偏误，就是那时候我只想见他了，我没吃了，你什么时候去了？小时候他每天都跳舞了，他结婚了以前经常喝酒。大家看一下这些句子，我把它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英语都是过去时，都必须用过去时。但是汉语里面我们都不会用这个了。那为什么？比如说没和了，它语义上是矛盾的，待会儿我们还会来讲。那每天每天每年每月经常性发生的一些词和了也是矛盾的。那么按照英语它都会用过去时，但是汉语我们不会用这个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避免让学生觉得了就等于英语的过去时。那还有我们在这个汉语使用过程中有一些了是可用可不用的。我们来看，我下了课去找你啊，我下了课去找你啊，我可以说我下课去找你，那么这个了我可以不用。下了课以后我去图书馆，也可以说下课以后我去图书馆，这个了也可以不用。他结了婚以后就不工作了，那可以说他结婚以后就不工作了。我们会发现在这3类句子里面，这个了都是可用可不用的。那原因是什么？那有一些不能省，但是这样的就可以省，就是和其中的动词是有关的。下课、结婚这些在我们汉语里面，我们常常认为是一种一次性的瞬间的动作，那么它一旦发生就实现，一旦发生就结束。那么这种我们就是这个了就是可用可不用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像刚才说买了书就去，这个买它就不是一次性的动作，那它就不能省略，就不能说买书就去。那么吃饭，吃了饭就走，我就不能说吃饭就走。所以我们在这个了的使用里面要特别注意哪一些是可用可不用的。像刚才我们举的这种一次性
动作里面这个了就是可用可不用，但是那个不是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动作就不能省略那个了。好，那么下面还有我们教材常常说这个了一就是用在动词后面这个宾语前面。那我们的学生根据我们的这个说明会说出这样的句子，说我昨天看了书。那么大家看这个句子啊，我昨天看了书，你说错了好像没错，但是你说对了，我们中国人不这么说，那么这个句子就不太自然。为什么不自然呢？其实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单个的了，它后面如果这个宾语是比较简单的宾语，这个句子就不自主，也就是独立性比较差。那我们要想让这个句子独立变成自主，我们就有一些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让它这个宾语变得比较复杂，比如说我昨天看了一本书，那么我昨天看了书，说起来不自然，但是说成我昨天看了一本书，就没有问题了。我昨天看了书就睡了，我后面再加一个小句也没问题了。那我们还可以说我昨天看书了，我把这个了放在句尾上也可以。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上下文，比如说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书，那么这个我回答上下文的时候我可以直接用。其实这个就是解决我们学生根据教材里面的这个了一的说明，说出来一些我们中国人认为不太自然的句子，就是看了书，买了书，像这样宾语没有一个数量，让人觉得这个句子不自然。这个原因就在于了一后面如果宾语是一个简单的没有定语或者说一个光杆的宾语的话，就会不自然。那么下面我们来一起先说一下这个语气词了儿的语法意义。那么关于了儿的语法意义，其实有很多的说法，我们到后面还会再详细的单独来进行了儿的说明。那么大概来说一下，可能大家有这个当前相关说，有决定语气说，还有这个发现了新情况说等等，有很多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相通的。那么总体来说，可以说是表示一个新情况的出现，或者是表示变化。那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已经秋天了，他50岁了，爷爷病好了，该上课了。那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名词还是数量词还是动词，实际上既然要说新情况的出现，既然要说变化，一定是暗含着和目前相比较，和目前有关，和目前现在进行一个比较。所以这个了多种说法实际上只是不同的说法，但是是相关的。好，那么这个了儿除了这个表示新情况的出现或者是变化之外呢，还有一些用在一些像构式里面的，比如说太什么什么了，可什么什么了，用在感叹句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到后面再来说。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了的一些偏误。那么在国际中文教学中啊，这个了可以说是一个顽疾，也就是说我们老师屡纠，但是学生屡错。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止步于这个初级教学，一定把这个了的问题贯穿于初中高阶段。就是初级学完了，我以后一直还要关注这个了的问题，因为这个了的这个使用频率也非常高，那么它的用法非常的复杂，偏误率也特别多，类型多，数量大。在这个语言里面，这个了的问题是可以说偏误率是占首位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了的偏误大概分成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遗漏，第二种是错位，第三种就是误用，第四种就是误加。那下面我们用举例子的形式来说。第一个就是遗漏的问题，比如说昨天我们一起参观798工厂，那么大家看这个句子里面，昨天参观一个地方一定是已经实现，已经完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用了。去年我们举行了很多有意思的活动，那么这个了学生也遗漏了。因为是去年这个活动已经实现，已经完成，所以也应该加了。那么第三个句子，
到了5月北京就热起来。那么这个北京就热起来，因为表示变化，这个常常要突出表示变化，就应该加上2，热起来了。还有5年以后我又回到北大，发现很多房子都没有，这个也应该加上发现很多房子都没有了。那么为什么？因为它是变化，5年前和5年后的一个对比，表示变化，这样又应该加一个了。还有我试了试这个豆腐，真的很臭。当然动词也用错了啊，应该我尝了尝。那么这个动作已经发生，所以也应该用了的，它没有用。所以了的遗漏是这么一类。那么还有了的错序，所谓的错序就是在句中位置出错了。比如说我们鼓掌了很多次，他们吵架了2次，那么这个鼓掌和吵架都是离合词，所以这个了应该放在中间去。这个我们鼓了2次掌，吵了2次架，那么这个都应该放在中间，学生把它放到离合词的后面。我们散步了一会儿，应该是我们散了一会儿步，也是这个错序的问题。再比如说第2类，老人上来以后，有人给了他让座，那么这个里面给谁让座，这个给是介词，给在这儿不是动词。那这个了是动态助词，它应该放在动词的后面，应该给他让了座，不能用在介词的后面啊。再来看，我昨天去了五道口看电影。那么在这个句子里面，这是一个连谓句，里面有去五道口看电影2个主要的2个动作，但是前面那个动作和后面这个动作比，后面那个是目标，是目的，是更重要的动作。所以当一个句子是连动句的时候，了应该放在那个主要的动词后面，而不能放在前面。所以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前面那个学生的偏误就是这么造成的。我昨天去五道口看了一场电影，所以这个了应该放在后面去。那么下面这个句子也是一样的，说昨天很多人来帮了我搬家。那么来帮我搬家也是一个连动句，3个动词相连。那么哪一个是主要的动词？当然是搬家，所以很多人来帮我搬了家，那这个了也是应该放到主要的动词后面。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3类了的误用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这个偏误啊，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你在哪儿买了这本书？显然这本书已经在面前，已经发生的动作，应该说你在哪儿买的这本书，那么不能用了。这个就涉及到是的句和了的区别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看啊。第2个就是刚才我举过的，一个学生问我，老师你怎么来了？显然这个句子应该是老师你怎么来的，或者说老师你是怎么来的，应该用是的句。还有我妈妈是昨天来了，应该说我妈妈是昨天来的，应该用是的句。好，你这条裙子在哪儿买了？应该是你这条裙子在哪儿买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4个句子里面，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该用是的句的用成了了。那这就涉及到底什么时候用了，什么时候用是的句，以及学生为什么会在这2个之间高频的出现错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它2个在表达上是有一定的交叉。比如说了表示的是一个动作实现，状态的实现，动作的完成，它一定是出现在这种情况。而这个是的句它是强调已经实现的动作，已经发生的动作的一个细节，所以它2个有一个共同的交叉点，就是已经实现或者是已经发生。那么它2个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怎么样把它区别开来？它2个有交叉，但是它2个有区别。那么区别在哪儿？我们来看。用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我说，他去上海了。那么我再告诉你他去上海了这个句子，你可能不知道这一件事儿，也就是我用了告诉你的是一个全新的信息，我认为你不知道，所以我会用了啊。他去上海了，那什么时候用的呢？这个大的事情已经知道了，但是细节我不知道。我说他去上海了，那么你想问细节，你可能问他是什么时候去的，是怎么去的，是和谁一起去的，那你就会接着一大串的用的，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里面的细节我不知道，我就会用是得句来问。所以你会看到它两个为什么会出错，就是因为它两个有一个交叉的语境，就是一个动作，一个这个事件已经发生，那么这个交叉的语境就决定了学生经常在这儿出错。所以我们要通过典型的例句，让学生明白这个了是告诉你一个新的信息，那么是得句它是用来强调已经发生的这个事件的局部的细节。那么让学生明白以后，我们给学生做一些让学生来填空，就是哪一个该用了，哪一个该用是得句，让学生来填。填完以后，如果填对了，就说明他大概掌握了二者的区别。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啊，了实际上是传达的一个新信息，它常常用在开启一个新的话轮。你要给别人聊天开始一个新的 topic， 一个新的话轮，我们会用了来说。那么话轮的展开，我要具体的说细节，我就会用是的。那你比如说我们说，昨天我去天安门了，那么我第一个句子我就会用了来说。那么继续往下，话轮的展开，去天安门了，你和谁一起去的？你是怎么去的？那我就会用是得句。所以这个了和是得的区别，我们大概用这样的方式让学生能够明白。那这是误加，就是那个误用里面错误最多的就是了和是得句的误用。好，下面第四类偏误，是了的偏误里面最多的一类偏误，就叫误加。所谓的误加，就是不该用了，学生用了。那么有几种情况不该用了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些多次性、反复性发生的动作，这样的动词后面不能用了。我们举一些例子啊，看，从上大学开始，他一直学了汉语，这里面有一直，它就说明是经常性的动作，不能加了。他经常迟到了，我们要说他经常迟到就是经常迟到，不能说他经常迟到了，里面有经常。来中国以前，我每年冬天都得了感冒，每年冬天都得感冒，不能有了。那么冬天的时候，他常常去了奶奶家，有常常也不能用了。我每天写了汉字，可是写的不好了。那么这里每天都写汉字，可是写的不好，这个了也不应该用，就是不表句尾它不表示变化，我们就不加了。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大致来总结一个句子里面，如果有经常、一直、常常、每天、每年、每，那么有这样的词就说明它是经常性、多次性、反复性发生的动作，那么后面就不能用了。好，那么另外一个误加的情况，当一个句子里面有一些副词，这些副词和了它的语义上是有一些冲突的，也不能用。我举例子，比如说我才明白了，那么要么说我才明白，要么说我明白了，我不能说我才明白了。再比如说我爸爸刚回来了，要么说他刚回来，要么说回来了，不会说刚回来了。他昨天12点才起床了，那么12点才起床，或者说他已经起床了。那么这个涉及到我们一个句子里面常常只有一个焦点，一个焦点要么说明这个动作发生的晚，我就加上其他的副词来强调这个动作发生的晚，要么我说这个动作已经完成，已经实现，我就用了。那么它两个不能在句子里面共现，常常会让人感觉就是像斗鸡眼儿，一个句子里面有两个焦点，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误加。还有一种误加，我们先来看例句啊。现在我很想念了陆地上的生活。开始学汉语时，我感觉了汉语发音很难，从去年就盼望了来中国留学。放假的时候，我打算了去看朋友。大家看这些句子里面的动词，想念、感觉、盼望、打算，这些动词它都不是一个具体的动作动词，它常常表达的是一种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持续一段状态这样的一些动词后面，常常是这种感受类的心理，常常我们不会用了。那么学生在这个词里面，他没有表达完成的意义，所以不应该用了。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形容词做谓语的时候，学生加了了，他如果我们不表示变化，加了了，那么这样的就是错的。我们来看，那时候我就发现了他很善良了。
那么他很善良，是一个状态，我没有要表达变化，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加表示变化的了二。学生经常在这个地方加了二，说去年冬天很冷了，那我要说的去年冬天很冷是一个状态，我没有要和前年去对比，没有说它有一个变化，这个也不加了。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个留学生的研究生，他在上课的时候，我听到他在表扬学生，他想表达学生就是你很聪明，学生每次回答问题回答得很好，那么他就表达学生你很聪明了，那么总是在后面加一个了，就让我在后面听他的课，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学生原来很笨，通过他教变得聪明了。那我们如果不表达这种变化，后面就不应该加了。那这样的大家在以后教学过程中也要注意。那么还有一种不能加了的情况，我们先看例句。你没写清楚了地址，当然记不到，没写清楚了。还有早上我没吃饭了，还有一个人画完了，可别的人还没画完了。那么我没感冒了。那么大家看到这4个例子，例句里面共同的问题就是句子里面有没也有了。那么没和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表达这个动作压根没有发生，没有实现，了表达的动作已经实现，它两个是相反的。那么在一个句子里面不可能既没发生又实现了，所以这个否定副词没和了不贡献。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否定副词，也就是这个没后面必须是动词，后面不能加了。但是没后面如果是名词，那就是可以的。比如说我没钱了，那么这个没钱了实际上是动词没有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个教学的角度，我们用格式化的办法来告诉学生，没加动词加了不可以，没加名词后面有了是可以的。那我们可能不需要告诉学生太多的语法，是因为我们有这2个没，一个是副词，一个是动词。我想我们的学生可能也不太知道，所以我们用格式化的办法来告诉他。虽然我们说了这个没后面加动词加了，不能加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还有这样的句子：我3天没吃饭了，他1个星期没来上课了。你会发现这个句子里面有没也有了。那么这样的句子，如果这个没前面有一个时间段，大家注意我说的时间段，时间点不可以，但时间段是可以的。我3天没吃饭了，1星期没来上课了，1个月没来学校了，都是可以的。就是当它前面是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这个没和了可以贡献。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没吃饭3天了，那么这个了和那个时间段构成的直接的语义关系。那这个就涉及到我们汉语里面有不同的了，有不同的没，但是我想我们不需要给学生讲太多的这个语法术语，那么用这样的格式，3个格式来告诉他这个没和了，它是不能贡献的就可以了。好，那么下面呢，就是我刚才在讲了之前来引入的几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大家应该能够来回答这些问题了。那么这些问题我就不再一一的回答了。我想，前面讲完这些问题，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的，应该能够解决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怎么去教，就是这个了的问题，我们国际中文教学中的老大难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教？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有了一和了二，到底应该先教了一还是先教了二？可能大家会觉得了一在前面，要教了先教了一，但事实上我们有这个学者研究，比如说台湾的邓守信先生，他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跟踪的研究，来证明母语是英语的学习者首先习得了二，在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习得了一。所以我们从教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从习得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先教了二，然后再教了一。好，那么下面就是关于这个了的教学，我们怎么样进行分阶段？就是我们前面谈到，不能瓢泼大雨，不能一次来倒给学生，要有分阶段教学的意识。首先，先教表示变化的了二，比如说我累了，苹果红了。那么再讲这个表示实现的了一，我买了一本书。然后再讲有一些这种带了二的构式，比如说太漂亮了，太可好了，
什么要什么什么了，快什么什么了，像这样的带有了二的一些构式，可能需要我们在这种随语随教来给他讲。所以大家第一个要有分阶段教学的意识，不要希望能够瓢泼大雨依次把这个了讲清楚，这是第一。那么下面呢，第二我们就来看一看怎么样进行这个了的教学。我们先看了一的教学。那么了一的教学，我们先给学生看这个图片。我们说，看大家，这是6月的苹果，这个是8月的苹果，所以一对比，这个就是苹果红了。那么中间有一个表示变化的箭头。我们的学生，我刚才说，我们不要高估学生的语言水平，但是一定不要低估学生的认知水平。我们有了这2个图片，加了一个变化的符号，学生自然明白，我们老师给出苹果红了，这个了表示的是变化，不需要我们去给他讲很多的术语，说了是一个什么语气词表示变化，我想我们的学生就知道了。好，下面一个他6点的时候还不累，那么现在跑了2个小时，他累了不能跑了，那么这个就是了二，就是用在句子尾巴上表示变化。那么根据刚才这2个例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了它的结构给它总结出来，这就是先讲了二。那么下面就可以进行大量的操练，我们就可以给学生一些表示变化的图片，比如说树叶由绿到黄，那么让学生来说树叶黄了，天凉了，秋天了等等。时间我们关系我们就不多说了。比如说这个，盘子洗干净了，牛奶喝完了，那么他胖了，这个一看原来在病床上，现在好了。好，这个是下雨了，然后刮风了。好，这些有很多很多的图片，比如说他笑了，秋天了，什么这个是为了练习带动作的，就是见而有之的，这个他们结婚了。好，那么下面呢，在了二的教学中，我们有的时候还可以用这种情景举例法，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你根据这个教学的时间，到底1年4季的是什么季节？我们来给学生举一些合适的例句，比如说春天了，天气怎么样啦？春天了，天气暖和了。那么外面的树叶呢？树叶变绿了，小草变绿了，等等。那么你如果不是秋天讲，你就给他讲秋天的例子就好了。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大概的理解这个了二表示变化。那刚才我们也说，要随语随教讲一些构式的这个要什么什么了，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图片的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注意一下，问学生下雨了吗？那显然是没有下雨，对吧？学生说没有下雨，但是我们看是不是马上要下雨了？那么老师可以说要下雨了，引导出要什么什么了。那么现在比赛了吗？还没有，但是要比赛了，就要比赛了，快要比赛了，引导出这个要什么什么了。再来看一个这个日历，看今天是哪一天？他们2个结婚了吗？没有，下个星期看哪一天？他们要结婚了，他们快结婚了。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知道这个要什么什么了，我们不要分开给他讲。如果分开要什么什么了，快什么什么了，会把学生讲糊涂。学生会觉得这个了，表示变化，为什么还没有到？你要用了，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构式，要什么了，快什么了，让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学习就可以了。好，那么下面一个作为整体来教学的，就是表示感叹句的太什么什么了，那么一定是适合等这个构式进行教学，没有办法给它分开。分开了以后，这个了你不好讲。它也不表示变化。那我们可以给一个图片，看一个这个四川火锅，非常非常的辣，对吗？然后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表情，不太容易出现出这种感叹句来。我们再给第2张图片，这个人的表情，会说这个菜怎么样？哇，太辣了。那么太辣了，我们接着再给学生看这个花，太漂亮了。这是什么时候用这个太什么什么了？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要发表感慨的时候。那什么时候用这个可什么什么了？那可什么什么了，我们常常用在我说，你没去过洛阳，洛阳可漂亮了。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信息，我说它的程度很高。
比如说我说，哎，你没见过他女朋友，我见过，他女朋友可漂亮了，那开了一家饭店，他的饭菜可好吃了，你去试试吧。那么这个可什么什么了，我都是在告诉你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太不是，太是我们双方都面对。比如说下面一个，哎，这个花在我们两个双方面前，我不会说，哎，这个花可漂亮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太漂亮了。那如果说那个花你没见过，我告诉你，哎，那花可漂亮了。所以它作为一个整体，要把它的这个特点给学生这个讲出来。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刚才谈了这个语气词了二的教学。那我们刚才我也说了，就这个语气词了二，我们已经拿过来先放到前面来进行教学了。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了一的教学。那么这个了一，它的教学呢是比了二实际上更难一些。那我们来看应该怎么样进行教学。首先我们把它这个给学生出示一个图片，你问学生他正在做什么？哎，他正在买水果，他正在买水果。那么到这儿呢？到这儿他买了水果，他买了一些水果，让学生知道这两个图片对比，这个了表达的是这个动作已经实现，就是买了一些水果。好，那么下面呢就进行大量的一些操练。那么这个操练呢，我们可以这样给学生一些图片，问学生他们买了什么？他买了一些蔬菜，他买了一个房子，他买了很多衣服，他买了很多包。那么让学生来练这个动词后面加了，然后一定要注意否定句里面没和了不能共现的问题。我们知道学生在这儿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在这儿一定给学生，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容易出现的点来引导出来。好，给学生出现这样的一个图片，说他买了什么？他买东西了吗？让学生来说，学生这个时候一定会出错，学生会说他没买东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给学生引导出他没买东西。那么他没买东西，然后下面老师给出一些图片，那么这些图片一定是要练到肯定，也练到否定。那么怎么样练到肯定，练到否定？我们可以说他们做了什么？你做了吗？一看第一个，他买了一杯咖啡，那么显然学生说我没买咖啡。我们就是为了练习这个没和了不能共现的问题。他画了一张画，我没画画。他喝了3杯啤酒，我没喝啤酒。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确保学生把这个没和了不共现能够单独的拿出来让他来练习到。当然我们还可以给学生做一些交际性的其他的练习，比如说让两个同学互相的聊天聊一聊，你们都做的事情一样吗？比如说你上次去超市买了什么？那么这个同学就要说我去超市买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上个周末你去了哪儿，做了什么？他要回答。换过来以后，第二个同学你问他，你们做的一样吗？两个人做的一定不能完全一样，所以就能用到否定。他去了超市，我没去超市。他去超市买了饮料，那我没买饮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交际性的练习中，一定就能用到肯定和否定。当然，你还可以给学生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个同学的钥匙丢了，那你能不能通过问问题，帮他来回忆一下，他都去了什么地方，在那儿做了什么，来回忆一下他的钥匙有可能丢在什么地方了。可以问你7点去了哪儿？你在那儿做了什么？在那儿做了多长时间？他就会用上很多的这个了，最终帮他来回忆一下这个了到底就是钥匙可能丢在什么地方了。好，那这一节呢就关于了，实际上内容特别多，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了一和了二其实是2个不同的词类，一个是这个语气词了一，一个是助词了二的教学，我们放在了一起，所以这一节内容会比较多。大家看这些苹果是什么颜色？绿色。1个月以后它们是什么颜色？红色。很好。1个月以前它们不红，
但是1个月以后，我们可以说苹果红了，苹果变红了。那1个月以前，它们红了吗？没红。很好。苹果没红或者没有红。很好。大卫在跑步。好，现在他累吗？不累。1个小时以后，他累了吗？累了。大卫累了。好，1个小时以前，他累了吗？他没累。他没有累。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当我们要表示一种变化，以前不这样，但现在这样了，我们就要在句子的后面用一个了。好，我们今天学的谁或者是什么怎么样了吗？什么怎么样了？什么没怎么样？那没后面有了吗？没有。没有了。很好，和我一起读：苹果红了。苹果红了。好，苹果变红了。苹果变红了。苹果没红。苹果没红。大卫累了。大卫累了。大卫没累。大卫没累。很好。那我们现在看，艾琳，你的爸爸妈妈和10年前一样吗？为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头发白了。还有吗？还有，钱多了。钱多了。很好。一诺，现在夏天了，有什么变化吗？天气热了。还有吗？人们穿的衣服少了。很好。艾琳，你和5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我高了。也长大了。很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游戏，叫我和你不一样。好，一个人说我瘦了，那另一个人就要说什么？我胖了。如果一个人说我生气了，那另一个人就要说我高兴了。好，谁先开始？女生先。那你先。我生气了。我高兴了。我后悔了。我没后悔。我饿了。我饱了。我累了。我没累。对，很好。好，那就到这儿吧。好，我们下课。